高速上，婆婆突然打来电话，我正在开车，不方便接听，可她又一直不挂断，干扰手机没法导航。我好不容易戴上蓝牙耳机，刚一接通，婆婆就开始嚷嚷：“倩倩，你干啥呢？咋这半天才接？”我皱皱眉：“妈，我昨天不是说过我要出差吗？我这会正在路上呢。”婆婆急了：“你赶快回来，家里电视坏了，亮亮吵着要看奥特曼，咋也哄不好。”婆婆不停地嚷嚷，我无法专心开车，只能先把车速降到100，变到慢车道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妈，我正在开车，不方便接听电话。电视坏了就带亮亮下楼走走，别让他天天看电视，对眼睛不好。婆婆说，可他还没吃饭啊，他要看完奥特曼才吃饭。婆婆故意开着外放，电话那头传来亮亮的尖叫声：“我不吃饭吗？我就要看奥特曼。”说完，他就开始啊啊乱叫，声音很尖锐，吵得我头疼。婆婆接着说：“你看看，默动画片他就不吃饭，这都几点了，不吃饭咋行？你快想想办法。”我有些无奈，孩子就在他身边，偏偏要我想办法。我控制住思绪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妈，要不你找个修电视的师傅，让他过来看看。现在才5点半，应该还没下班。”婆婆那头顿了一下，我哪认识什么修电视的？那你就让亮亮他爸找。建俊这会应该到家了吧？建俊肯定也不认识。我耐着性子，我们是年轻人，建俊会有办法。婆婆却不耐烦了，她能有啥办法？这么点小事干嘛折腾2个人呢？你就把车往路边一停，打个电话就好了吗？我解释道。妈，高速不能停车，会有危险，找个维修工又不难，家里有电脑有网，你让建俊上网找人修就行。我要专心开车，不跟你说了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这时，一辆货车跟我并排行驶，车身的危化品标识看得人胆战心惊。开货车的注意到我是个女司机，轻蔑地瞥了我一眼，冲我不停按喇叭，示意我让开别挡道。我心里一阵不舒服，加速准备超车，还没超过去，婆婆又打了过来。建俊也找不到修电视的，他说让你联系。我叹了口气，线上家电维修一搜一大把，打个电话预约一下，10分钟就能上门。婆婆想都莫想，就说建俊就是找不到啊。我也有点火了，他是找不到，还是压根没找？婆婆支支吾吾半天，建俊说他今晚很忙，让我不要打搅他。我皱眉问，他在忙什么？婆婆说，好像是在搞什么打瓦还是拌水泥，我也不懂，大概是工作吧。我冷哼一声，原来是忙着打游戏。婆婆又说，倩倩，电视机当初是你买的，你联系一下就好了吗？建俊每天工作也很累的，你不能光要求他干这干那。我气笑了，是，就他宝贝儿子最娇贵，我不工作吗？我每天下了班还要接孩子，给全家做饭，收拾碗筷洗衣服，所有人拿我当牲口使唤，难道我不累吗？我不想再多说什么，扔下一句，妈，你别说了，我要开车，这事我没空管。亮亮要哭，
你就让他去建俊房间哭，冲着他爸爸哭。说完，我就把电话给挂了。不多时，天空下起了雨，挡风玻璃落满了水滴，视线很差。我打开雨刮器，双手紧握方向盘，一刻不敢怠慢。路段有些堵车，有辆桑塔纳一直想加塞，很是讨厌。婆婆还在不停地打电话，打了10几个，我一个都没接。待了一会儿，她不打了，建俊又打了过来，我接起来问：什么事？建俊有些生气地问我：为什么不接咱妈的电话？你在哪呢？我顿时翻了个白眼。昨天吃晚饭时我就说了，今天出差。他哦了一声，又说：家里电视坏了，你儿子一直在嚷，要看奥特曼，很吵。所以呢？建俊啧了一声，语气非常不满。你是在装傻吗？快找人来修啊！亮亮这么吵，我都没法专心做事情了。我反问他，为什么要我找人修？我在高速上开车，你为什么不能找人来修？建俊没正面回答我，好像压根没听进去。他继续自顾自地说，群里的邻居们都在抱怨，嫌亮亮声音太大，影响他们休息和学习。我无语了，你既然知道亮亮影响到了别人，为什么不管？就任凭他大吵大闹，影响别人？建俊，所以你要赶快找人来修电视啊！修好电视，他不就安静了吗？一股无力感瞬间爬满全身，我气得挂掉电话，把耳机摔在了副驾座位上。雨越下越大，雨刷器频率已经调到最快。为了安全，我找了最近的服务区停靠避雨。打开手机，单元群已经骂声一片，大家都在指责楼里有个孩子大喊大叫，显然是在说亮亮，他爸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可我不能把邻里关系给搞崩。我火速上网找到了家附近的电器维修点，对面口气很不好，报价800块，爱修不修。我看着外面的恶劣天气，明白这是坐地起价，可我没别的选择。这事不解决，婆婆还会再打电话过来，我只得答应，让她尽快上门。接着，我又打给婆婆，说我已经预约好了维修师傅，让她哄哄亮亮，别再吵了。婆婆很是得意，你早这样不就行了？看把我孙子给气的。挂掉电话，我叹了口气，闭上眼靠在座位上，揉着生疼的太阳穴。不一会儿，老板的电话打了过来。张倩倩，你到哪了？我打起精神，回道，在高速服务区，下雨路况不太好，不过明早之前我会准时赶到，不耽误客户的行程。老板叹了口气，倩倩，有个坏消息，客户的行程有变，恐怕你今晚就得跟他碰面。这可把我难住了。客户目的地距我这里大概300公里，下住雨贸然开快车十分危险。老板见我莫说话，宽慰道，没关系，这是临时变动，你不用勉强，我会调派分公司的业务员过去洽谈。这笔业务是我晋升的大好机会，我不能就这样拱手让人。我咬咬牙，没事，老板，不用担心我今晚准时赶到。挂掉电话，我打起精神，再次启程。雨天路滑，我仔细辨认路况，及时控速变道。导航在不断播报语音，前方路段限速100，途经事故多发地，请保持车距。不时出现几辆半挂车，贴着我驶过，溅起的水花立刻模糊了前挡风玻璃。我的心一下收紧，却不敢踩刹车。这时，婆婆的电话又来了，我没犹豫，抬手挂断。没过几秒，又打过来，我继续挂断，她继续打过来，反复5、6次，导航直接卡住了。我光速投降，摸了蓝牙耳机，
你怎么老是不接电话？你找的是什么维修师傅？怎么修个破电视要800块钱？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是的，我早就想到了婆婆的反应。她是农村来的，打死也不会接受修个电视800块。所以我已经跟师傅提前说好，去了只管修电视，不要提钱，我会把钱单独转给他。估计是婆婆用800个心眼子把维修费给套出来了。我极力解释，妈，现在修家电都这个价，今天又下暴雨，人家肯上门就很好了，钱的事你不用管，我会出的。婆婆一听就不愿意了，什么叫我不用管？你的钱不就是家里的钱吗？建军挣钱多不容易啊，起早贪黑的，你花起来就一点不心疼？我胸口已经开始疼了。他儿子就是个工厂打螺丝的，天天起早贪黑，挣的还没我底薪多，每个月没我的接济，他得饿死。我忍住情绪说，妈，你别说了，先让师傅把电视给修好，然后让亮亮吃饭，好吗？我在开车。先挂了。婆婆却开始嚷嚷，修什么修？我早让他滚蛋了，想坑我家的钱，门儿也没有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顿时凉了一半，因为上门费我已经预付过了，100块就这么打了水漂。我的大脑开始当机了，婆婆还在喋喋不休。哎呀，亮亮又开始闹了，你快再换一家，今晚不修好电视，他绝都不睡。我想说些什么，这时一辆丰田 SUV 摁着喇叭就从我身旁飞了过去，我当时就慌了，下意识打了方向盘，车子失去控制，朝着栏杆就歪了过去。我光速点踩刹车，抓紧方向盘，控制住车身，车子滑出去几百米才停住。幸好下雨车不多，否则就是惨烈的车祸。我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，惊魂未定。婆婆还在吵吵，你那边轰隆轰隆干啥呢？你倒是说句话啊，电视机还能不能修了？我没说话，我全身都在因为恐惧而颤抖，根本说不出话。我努力将手伸到耳旁，想把蓝牙耳机关掉，可我的手也不听使唤了，摆弄半天也没摸到耳机。我更烦躁了，婆婆还在嚷嚷，你不说话啥意思？是不是嫌我老婆子打电话招人烦？我大老远从乡下来帮你带孩子，我有啥错了？让你做点事，你就这么不耐烦吗？我颤巍巍地说，妈，我求你别说了，我刚刚差点出车祸。电话那头愣了一下，出车祸？那你咋还能在这跟我说话？我强撑着解释，不是出了车祸，是差点出车祸。他试探着问了一句，那你人没事吧？我说，我没受伤，就是吓到了，现在有点心慌。婆婆听到这松了口气，人没事就行，那修电视的事，你赶紧联系联系。我好不容易把亮亮哄吃饭了，但是一会我还得看2段戏啊，稀罕了一辈子戏，不听2段，我还真睡不住觉。刚刚松解下来的心又瞬间收紧，此刻的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冲着婆婆大吼起来，修电视，修电视，这个电视今晚是非修不可吗？没了电视日子不过了是吗？为什么你们大人孩子都要来难为我？不看奥特曼不吃饭，我没惯过他这样的臭毛病。孩子他爸是个残疾人吗？没手没脚吗？是个废物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有我自己的事，这个电视爱修不修，爱看不看，我是不会管的，别再来打电话烦我。自打结婚后，我脾气性格一直温顺，婆婆做梦也想不到我会这样跟她说话。但我刚从鬼门关转了一遭，再温顺的兔子也该咬人了。婆婆气得冲电话嚷嚷，倩倩，你这话啥意思？烦了你了？你爹妈怎么教你说话的？莫等她说下去，
我猛地挂了电话，他光速又打了过来，我直接将他拉黑。10秒后，建俊又打了过来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？你吓着她了知不知道？同样拉黑。世界清静了，全宇宙仿佛只剩下哗哗的雨声。我把头顶在方向盘上，大口大口深呼吸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。这时，电话又响了，是老板打过来的。倩倩，你还好吧？在开车吗？刚刚发消息你没回，我有点担心。一贯沉着冷静的老板，面对这样的雨天，话语中也有了一丝慌乱。我强打精神回应，没事老板，我还在路上，应该晚上10点前就能到。老板叹口气，我不是来催你的，这雨越来越大了，我尽全力跟客户那边沟通，让他多停留一下，争取时间，你稍微晚点没关系，安全第一。老板话里的恳切，不是装出来的，也不带任何洗脱责任的意思。我的眼前有些模糊，用手一摸，是眼泪，真是可笑啊！第一个为我安全着想的人，竟然是个八竿子打不住的外人。挂掉电话后，我又缓了一会，脑子恢复理性，我还是决定继续出发。我并不是被老板的话感动了，要给他卖命，而是我做出的承诺，我必须要兑现。自己分内的事，不应寄希望让别人为我买单，这才是对人最大的尊重和礼貌。重新上路，雨依旧没有减弱的趋势，婆婆跟建俊都被拉黑了，没有人会再来打扰我，我可以保持绝对专注。可事实证明，我还是想简单了。一个陌生来电，打破了我所有的侥幸。一开始，我以为是骚扰电话，没有理会，直接拒接。几秒后，又打了过来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戴上耳机接听。刚一接通，我就听到婆婆的尖叫：坏了，坏了，咋办呢？电视机爆炸了。我心里猛然抽了一下，电视咋会爆炸呢？我后背一阵发凉，忙问：出什么事了？你慢慢说。婆婆哭嚎的声音里夹杂着埋怨，还不是怪你，让你再找个人来修，你就是不接电话。我只好找了我跳舞的舞伴，就那个小老头，你得喊李叔，让他来看看能不能修好。谁成想修到一半，不知道哪里没接好，电视就炸了。我忙问：伤着人么？婆婆停顿了一下，声音明显低了。我跟建俊离得远，倒是没伤着。你李叔胳膊烫了一下，就是亮亮。我急了，问：亮亮咋了？婆婆支支吾吾说：亮亮非得凑过去看。我拦不住，一个没躲开，他脑袋让玻璃碎片给化了。我眼前一黑，紧接着开始天旋地转，赶紧找匝道下高速，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。我攥着手机，近乎歇斯底里的大喊：伤得严重吗？有没有流血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我请了专业人员，你把人赶走了，现在怎么能找一个不专业的人来修电视？婆婆也急了，你咋呼啥？要不是你不接电话，我能找你李叔修电视吗？现在知道着急了，早干啥去了？我赶紧把婆婆和建俊从黑名单拉出来，给婆婆拨去视频通话。视频10几秒后才接通，我看到家里一片狼藉，烧焦的电视机胡乱扔在地上，旁边站住的老李头已经吓愣了。亮亮撕心裂肺的哭声传了过来，婆婆莫管亮亮，竟举着自己胳膊让我看，你看看，要不是我躲得远，我也得伤着。我没空理他，大喊着：亮亮呢？给我看亮亮！婆婆不情不愿地把手机对准亮亮，我一看，心跳几乎都要停了。亮亮头上一道骇人的伤疤，从右边眉骨一直蜿蜒到额头，还在往外流血。
他看到手机里的我，哭喊着：疼，疼，妈妈，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此刻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如果可以，我恨不得立刻钻进荧幕，回到亮亮身边抱紧他。可我现在只能隔着荧幕看我孩子受苦。我冲着婆婆大喊：你们这磨半天都在干什么？这磨长的伤口都看不见吗？建俊呢？赶紧带孩子去医院。婆婆皱着眉吆喝：你别咋呼建俊了，孩子都这样了，你还出什么差？赶紧赶回来吧，我都快急死了。但我离家太远，现在回去只会延误治疗。于是我带着哭腔央求道：你们先带孩子去医院。婆婆却不乐意了：外头下大雨呢，你把车开走了，我们咋去医院？我急了：那就打120。婆婆：胡说，可不能打120，一楼他大爷上个月打过，你知道花多少钱吗？他拿着手机在屋里乱转，荧幕里的老公一闪而过，身为孩子的亲生父亲，他一个大男人，顶着1.9米的个头，居然像个傻子一样站在角落里，茫然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自始至终，他都没说过一句话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亮亮受伤了，他竟就那么傻站着。我压下火气：你把手机给建俊。我跟建俊说。婆婆说：你有啥话跟我说，建俊也不可能打120。我再次强调：把手机给建俊。婆婆说：你赶紧回来，拉着孩子去医院，你李叔也去。我大吼：马上把手机给建俊，你聋了吗？婆婆愣了一下，不说话了，走过去把手机递给建俊。建俊接过手机，听到我的声音，说：咋了？我盯着他说：亮亮受伤了，你看不到吗？他回答：看到了。我瞪着他，去拿纱布、碘伏和棉签给他清理伤口，然后带他去医院，立刻马上。最后，我情绪激动地冲他吼：孩子如果出点什么事，你们娘俩都别想好。建俊没接话，而是皱了皱眉头，有些不耐烦：家里哪有这些东西啊？我说：有，我都收在卫生间的储物柜里了，我记得我告诉过你。他哦了一声，茫然地走进卫生间，拉开抽屉，将里面的牙线盒、酒精湿巾、漱口水乱七八糟铺了一地，最后找到了纱布和碘伏。他拿起一大卷纱布，左看右看，抬头问我：都用掉吗？我压着火气告诉他：你找剪刀剪一段。他啧了一声：真麻烦。等他慢吞吞剪完纱布，回到客厅时，亮亮脑袋上的血迹都干了，他哭累了，在不停咳嗽。建俊把手机放在地上，拧开碘伏给他涂。亮亮怕疼，死活不涂碘伏。建俊吆喝婆婆：妈！亮亮怕疼，咋办？我恨不得把手伸进荧幕里给他一巴掌。我使劲吆喝：你温柔点，哄哄他，慢慢给他涂。可他根本不听。婆婆过来看了看，皱着眉说：没啥事，就是划了个口子，不用涂药水，用纱布包一包就行。我一听急了，大喊：不行，会感染的。建俊你别听你妈的，必须涂碘伏。建俊里都没理我，拿起纱布就给亮亮把额头包了起来。我整个人都要气炸了，已经对他们娘俩不抱任何希望，现在只求赶紧把亮亮送到医院缝合伤口。我不停催促建俊赶快出发，别再磨叽了。建俊磨磨蹭蹭拿过手机，准备叫计程车。我看向车窗外，雨已经渐渐小了起来，现在打车应该不是很难。可是他磨叽了10分钟，还没叫上车。我问他：你在干嘛呢？怎么这么慢？建俊没好气地说：顺风车我没有优惠券，我找便宜的拼车。
人在极度无语时真的会笑出来。我服了，亮亮这种情况怎么能坐拼车？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？可建俊还有理了，独享车不用劝得45块。一说45块，婆婆立刻不愿意了，朝建俊嚷嚷：你有钱没处花了是不是？不就是脑袋化了一下，又不是什么大伤，现在已经不流血了。依我看，我们就等倩倩回来，再去医院。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妈，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所有事情压到我身上呢？亮亮是你孙子啊，他伤成这样，你一点都不心疼吗？他是因为你才受伤的啊。婆婆斜眼弯着我，满嘴指责。啥叫因为我？你少朝我泼脏水，都是因为你，今晚才弄成这个样。你隔三差五就到处出差，今天也没人做饭，也没人洗衣服，地也没人拖，孩子哪能没有妈妈？丈夫回到家哪能没人伺候？亮亮被炸伤了，哭着喊妈妈，你都不能在身边陪他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称职吗？以后还指望亮亮给你养老吗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，你看看你，一点样都没有。说完，他一把将亮亮拽到跟前，指着我冲他说：亮亮，你看，你脑袋都流血了，你妈妈也不回来看你，她是坏妈妈，她不要你了。我眼泪都流下来了。妈，你跟亮亮胡说些什么？婆婆不理我，一直在冲亮亮吆喝，你快喊她坏妈妈。看着亮亮，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疼，我急忙喊：亮亮，别听他的。亮亮才5岁，他脑袋上胡乱地缠着纱布，眼睛一眨一眨，怯怯地盯着婆婆，小嘴使劲抿着，就是不说话。婆婆提高音量：你快说啊，她是坏妈妈，你不能看奥特曼，都是因为她。她使劲摇晃亮亮的肩膀，把他吓着了。建俊在一旁说：妈，过分了。婆婆瞪着他就骂：你起开，连个孩子都不会教，怪不得不跟你亲。亮亮吓哭了，她使劲挣开婆婆的手，哭喊着：我妈妈不是坏人，我妈妈不是坏人，奶奶和爸爸才是坏人，我只要妈妈，不要奶奶和爸爸。我隔着手机泣不成声，眼泪不住地往下流。婆婆一听，气得直跺脚，伸手就扇了亮亮一巴掌。小兔崽子，我让你胡说！亮亮摔在地上，还在喊：奶奶是坏蛋，让老妖怪把奶奶抓起来。婆婆掐着亮亮的脖子，恶狠狠地对建俊说：看看，这就是你媳妇教出来的孩子，这要是长大了，能给你养老吗？建俊也不阻拦了，站在原地面无表情。婆婆一把拖过亮亮，照着屁股就打。我立刻冲她喊：住手，别打我孩子。婆婆不理我，打得亮亮边哭边躲。我哭喊：你再不住手我报警了。她依旧不理我。我立刻挂断了视频就要报警，可下一秒我又犹豫了。亮亮只是个孩子，他们也都是亮亮的家里人，即便民警来了，也只是调解2句。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把亮亮从他们手里夺过来。于是我转头给闺蜜张莹打去了电话：倩倩，你出差回来了。我着急忙慌地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。闺蜜一听，瞬间怒了：这还是人吗？你咋不早给我打电话？我哭着说：莹莹，你一定要帮我救救小亮，我办完事就开车往回赶。闺蜜说：放心吧，你先把工作弄完，小亮交给我。挂断电话，我一看目的地，还有100多公里，雨已经停了。我导航最快线路，抓紧往客户那边赶。一路上再没有电话打过来。晚上9点半，我赶到了客户所在的宾馆。客户很是震惊，我竟然能在这种恶劣天气下按时赶到。合同谈得异常顺利，
她对我们的执行力很是钦佩。回到车里，我第一时间给闺蜜拨去了电话。闺蜜第一句话就让我差点瘫在座位上。倩倩，我现在在警察局。当时闺蜜接到我的电话，跟她对象火速来到了我家，他俩要带亮亮去医院。婆婆跟建俊死活不放人，闺蜜跟她对象都是暴脾气，两边骂骂咧咧就要动手。修电视的老李头看事情不对，赶紧打了报警电话。民警赶来，看亮亮伤得挺严重，就提议先去医院。可婆婆死活不依，差点给民警挠伤了。结果就是她直接被带上了警车。闺蜜俩人带着亮亮去了医院，清理好伤口，缝了13针，脑袋没法打麻药。缝针的时候，小家伙愣是一声默吭。他说：“妈妈说了，勇敢的小孩不能哭。”我听到这里泣不成声。最后，闺蜜跟我说：“我正在警察局做笔录呢，你婆婆袭警，还在拘着呢。亮亮已经没事了，这边有我呢。”我对闺蜜千恩万谢，顾不得奔波的疲惫，径直开车往回赶。回到闺蜜家，天已经亮了，亮亮睡得迷迷糊糊，一看妈妈来了，跳下床就来抱我，我俩哭得稀里哗啦。闺蜜两口子把我扶到沙发上，给我倒水。我问她，昨天的事最后怎么处理的？她叹口气，没拘成。你婆婆有心脏病，那个民警最后和解了，罚了点钱。我眉头轻微皱了一下。闺蜜问我，后面打算咋办？我劝你还是离了吧，这种家庭迟早要害死你和孩子。我轻轻摇了摇头，冷笑，只是离婚，太便宜他们了。他们差点害我出车祸，还炸伤了亮亮，这笔账怎么能轻易算了呢？而且老东西放出来了，我可得好好孝敬孝敬他呢。我把亮亮留在了闺蜜那，火速开车回家。来到卧室，我看到婆婆躺在床上，建俊正为她喝药。看到我回来，建俊扔下药碗，抬手扇了我一巴掌。我还以为你出车祸死外面了呢，是你让你闺蜜把亮亮抢走的是吧？还害妈大半夜蹲警察局。她现在心脏病犯了，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饶不了你。我没还手，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婆婆，她正拿眼剜我。我真诚地看着婆婆，轻声说：“妈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，我这就带你去医院。”娘俩没想到我是这种态度，都愣了一下。婆婆说：“算你有良心，我走不动路，受不了颠簸，你打120送我去，还有我可没钱，所有的费用得你出。”我一边点头，一边打了120。救护车赶来的空档，我给婆婆收拾好住院用品。建俊，你安心留在家，我会照顾好咱妈的。建俊说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说完，他就打游戏去了。来到医院，婆婆往病床上一躺，就什么也不管了。挂号、缴费、办手续、找医生护士，都由我来办。大夫给她做了心脏检查，告知我们，病人除了每天必要的检查外，最好不要随意活动，以静养为主，不要受到惊吓，也不能受噪音影响。听明白了吗？我使劲点头，明白，我可太明白了。忙活一天，吃过晚饭，婆婆就打起了盹。人老了，睡眠品质就不高，直到快11点，她才好不容易睡着。我赶紧拿出手，放她枕头上，给她调到最大音量。这大半夜的，万一有急事，联系不到她可咋办？接着，我就悄悄来到了走廊，拿出手机，拨了个号码。1秒、2秒、3秒。啊，这个人就是娘。啊，这个人就是妈。婆婆的病房里，
传出了沁人心脾的手机铃声。因为这里是单人病房区，最近又没人入住，铃声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悠长。不一会儿，婆婆果然开始咋呼，什么东西在叫，吓死我了！倩倩，张倩倩。我没回应，任由她在病房里滋哇乱叫。最后，她好像发现了是手机来电，接了起来。张倩倩，你有病啊？大半夜打什么电话？我语气满是抱歉。不好意思啊妈，刚才有个事忘了提醒你。婆婆在那头大口喘着粗气，好一会才缓过来。啥事？快说。我淡淡的笑了出来。我是想提醒您，医生让你准时休息。说完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婆婆的病房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咒骂声，我越听越开心。过了好一阵，才平息下来。我又打过电话去，发现他已经关了机。于是，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耐心等待着。大概等了好久吧，我听到了一阵呼噜声。婆婆又睡熟了。人老了，睡眠品质不好，能再次睡着，真不容易。我站起身，甩开大长腿就朝着病房冲了过去。呼啦一声推开门，使劲摇晃婆婆的身体，失声大喊：妈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婆婆又被吓醒了，她慌张地问：咋了咋了？出啥事了？我说2点了。她问2点咋了？我看了她一眼，说得睡觉啊，你这病不能熬夜。婆婆瞪大了双眼，张着大嘴，你，她捂着胸口，颤抖地指向我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笑着说了好，帮她带上了门。她又开始了撕心裂肺的咒骂。我想，这下她应该彻底睡不着了吧。婆婆的心脏又严重了。第二天，我就被撵回了家，换了建俊陪护。公司正好批下假期，我带着亮亮去了海边。阳光、沙滩、海水、美食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期间再没接到过建俊他娘俩的电话，因为我出发前就已经把他们拉黑了。1周后，我跟亮亮结束度假，把建俊从黑名单拉了出来。刚拉出来，建俊就打来电话，冲我嚷嚷，魏石魔一直不接电话，出大事了你知道吗？我赶忙问出什么事了。建俊说，他去大厅拿药，回来时迷路了。他骂医院神经病，干嘛把病房建的都一样，让他根本分不清。他只能凭印象随便进了一间，病房里没人。他以为婆婆去厕所了，他把药往床头柜一放，就去走廊打手游，直到婆婆来找他，他才发现走错了。他再回房间取药，却发现那个病人已经把他放错的药给吃了。娘俩吓坏了，婆婆怕担责任，赶忙催建俊办出院手续。建俊着急忙慌办了一上午，俩人拿着行李刚出住院部。倩倩，都是因为你不接电话，才出这种大事。我手机玩游戏没电了，不能多说了，趁他们还没发现，你赶快开车过来接我们。我故作震惊说，哎呀，你不早说，车子今天送去保养了。建俊急了，那你就叫计程车，顺风车也行。我赶忙答应，让他们稍等，马上就好。然后挂了电话，我立刻给医院的服务部打了过去。我有事举报，今天上午有病人误食药物，肇事者正企图逃跑脱罪，你们快联系保卫科去追。肇事人姓名叫……电话是……医院那边立刻采取了查证工作，并联系了保卫科。我则靠在沙发上，悠闲地刷起了短视频。10分钟过去，建俊又打过来，好了没有啊？我看到医院的保安在到处巡逻，肯定是在找我们呢。我语气十分为难，建俊，你别催了，顺风车没有优惠券，
独享车要45呢，我给你们叫了拼车，你耐心等一下，司机去14公里外接个人，然后就来接你们了。稍等会吧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电话里有杂声在吆喝，找到他们了。站住，别跑！建俊大声咒骂我。张倩倩，我 X 你！我笑着挂断电话。此时，我已经带亮亮回了新家，起草的离婚协议也已经发给了律师。叮咚，披萨到了，亮亮十分高兴。我俩把好吃的摆了满满一桌。亮亮问我：“妈妈，我可以吃了吗？”我惊讶地问亮亮：“平时你不是要先看奥特曼才吃饭吗？”亮亮摇摇头，说：“才不是。其实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奥特曼，因为每次播完了奥特曼，妈妈才会回家。我想让妈妈快点回家，可我知道妈妈忙，我不想妈妈分心。”我低下头，抹了抹眼泪，然后紧紧抱住了她。没关系，亮亮，以后妈妈每天都接你放学回家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